道林格雷的画像。奥斯卡·王尔德。第11章。多年来，道林格雷无法忘记那本书的影响，或者说，他没有努力忘记它。他从巴黎买了9本以上的第一版书，用不同的颜色包起来，为了配合他的心情和想法。他有时觉得控制不住自己。那个神奇的巴黎年轻人对他来说，变成了一个自己。这本书好像写了他的故事，在他经历之前就写好了。在一件事上，他比书里的主人公幸运，他没有经历过对镜子、金属和水面的恐惧。这种恐惧在那个巴黎年轻人的生命中很早就控制了他，因为他曾经觉得美丽的东西突然变老了。他经常重读那本书的最后一部分，那里写了失去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的人的痛苦和绝望。他觉得这是一种快乐，因为让巴兹尔·霍尔沃德和很多人着迷的美丽，好像一直没有离开他。即使是那些听说过他做的坏事的人，也不相信他是不光彩的。他总是看起来像一个没有被世界污染的人。当道林格雷走进房间时，那些说话粗鲁的人会安静下来。他脸上纯洁的东西好像在责备他们。他的出现好像让他们想起了他们已经污染的纯真。他们想知道，一个如此优雅和迷人的人是如何逃脱这个时代的污点的。他经常从神秘的失踪中回到家，这些失踪引起了他的朋友们的猜测。他会走到楼上，走进那个锁着的房间，用钥匙打开门，然后站在那里，拿着一面镜子，看着巴兹尔·霍尔沃德给他画的肖像。他看着画布上那张邪恶的脸，以及镜子上那张年轻的脸，对比让他感到快乐。他越来越爱自己的美貌，也越来越对自己的灵魂堕落感兴趣。他仔细地看着那些使额头变老的皱纹，以及嘴唇周围的线条。他想，罪恶和年龄，哪个更可怕？他把自己的手放在肖像中粗糙的手旁边，然后微笑。他嘲笑变形的身体。晚上，当他睡不着觉时，他会想到他给自己的灵魂带来的毁灭。他感到悲伤，因为这是自私的，但这样的时刻很少。亨利勋爵第一次在他朋友的花园里唤醒了他对生活的好奇心，好像随着满足而增加了。他知道的越多，就越想知道。他有很多欲望，当他满足他们时，这些欲望变得更加强烈。但是，至少在社会上，他不是真的鲁莽。在冬天，每个星期三晚上，他都会向世界打开他的房子，并邀请音乐家来表演。他的私人晚餐由亨利勋爵帮助组织，因为礼仪和客人的选择而引人注目。餐桌上摆放着花朵、桌布和餐具。很多人，特别是年轻人，在道林格雷身上看到了他们常常梦想的样子。他们想把学者的文化和世界人士的优雅结合起来。对他来说，他好像属于那些一直在通过对美的崇拜来寻求完美的人，像戈蒂埃一样，他是那些可见世界存在的人之一。生活对他来说是第一和最伟大的艺术，其他艺术好像只是为他做准备。时尚对他有吸引力，他的着装方式对年轻人产生了影响，他们模仿他的一切。他渴望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伦敦，就像古代罗马的作者一样。然而，在他的内心深处，他渴望成为比一个时尚仲裁者更重要的人。他试图发展一种新的生活模式，这种模式有哲学和原则，并且在感官的精神化中找到最高的实现。对感官的崇拜经常被谴责，因为人们害怕那些比他们更强烈的情感和感觉。但是，道林格雷认为，感官的真正本质从未被理解。当他思考人类在历史上的进化时，他感到失落。有多少放弃啊？
而换来的却很少。曾经有过拒绝、自我折磨和自我否定，因为恐惧，大自然迫使隐士以沙漠中的动物为食。是的，正如亨利勋爵所预言的那样，将会有一种新的享乐主义，它将重塑生活，并将其从清教主义中拯救出来。智力会发挥作用，然而他不会接受任何涉及牺牲任何形式的激情体验的理论。他的目标将是体验本身，而不是体验的结果。不会有禁欲主义，也不会有放荡，但他会教导人们专注于生活中的那些时刻。我们中很少有人没有在黎明前醒来过，在那些失眠的夜晚之后，或者在那些充满恐怖和快乐的夜晚之后。渐渐的，白色的手指爬上窗帘，在黑色的形状下，阴影爬到房间的角落。外面是鸟儿在树叶间的喧嚣，人们去上班的脚步声，或者风的叹息。一层又一层黑色的面纱升起，渐渐地，事物恢复了它们的形状和颜色。苍白的镜子重新恢复了它们的生命。熄灭的灯仍然在我们离开的地方，旁边放着我们正在读的书，或者我们带到舞会上的花，或者我们害怕阅读的信。一切好像都没有改变。在夜晚的阴影之外，我们所认识的生活出现了。我们必须在我们离开的地方重新开始它。道林格雷认为，创造这样的世界是生活的真正目标之一，并且为了寻求感觉，他经常会采取某些他知道与他的本性无关的思想形式。他沉迷于他们的影响，并且在捕捉到他们的色彩，并满足了他的好奇心之后，他会放弃他们。曾经有传言说，他将皈依罗马天主教，当然，他一直对他的仪式有着极大的吸引力。日常的牺牲感动了他。他喜欢跪在冰冷的大理石板上，看着牧师从圣体龛上移开面纱，或者举起圣体匣，里面装着圣饼，或者在圣杯中打破圣饼，并为自己的罪孽捶胸顿足。穿着红色衣服的男孩们庄严地摇曳着香炉，对他有一种吸引力。离开时，他经常看着忏悔室，渴望坐在其中一个忏悔室的阴影中，倾听人们低语着他们生活的真实故事。但他从未犯过阻止他的智力发展的错误。神秘主义感动了他一段时间，并且有一段时间，他倾向于德国达尔文主义运动的学说，并且在将人类的思想和激情追溯到大脑时，发现了一种快乐。然而，正如已经说过的，与生活本身相比，没有任何关于生活的理论对他来说是重要的。他知道，当所有的智力与行动分离时，是多么的贫瘠。他知道，感官和灵魂一样，都有自己要揭示的秘密。然后，他致力于研究香水及其制造的秘密。他明白，没有任何一种心情没有在感官生活中找到对应的东西，于是他致力于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。在另一个场合，他完全致力于音乐，并且在一个长长的房间里，他经常举办奇怪的音乐会。当舒伯特的优雅、肖邦的美丽和贝多芬的强大和谐在他耳边时，野蛮音乐有时会让他兴奋。他从世界各地收集了他能找到的最奇怪的乐器。他有印第安人的尤鲁帕里斯，女人不能观看，还有秘鲁人的泥罐，从中发出像鸟儿尖叫声一样的声音。那些乐器的奇特性使他着迷，并且当他想到艺术就像自然一样有其怪物时，他体验到了一种快乐。然而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厌倦了他们，然后又坐在歌剧院的包厢里，听着唐豪塞。有一次，他致力于研究珠宝，并打扮成法国海军上将安妮德·乔尤斯，参加了一个化妆舞会。他的服装上覆盖着珍珠。这种爱好支配了他好几年，并且可以说，他从未放弃过它。他经常花一整天的时间在他的盒子里整理他收集的各种石头。他崇拜太阳石和月光石，以及
蛋白石的彩虹，他还发现了关于珠宝的故事。然后，他将注意力转向了刺绣和挂毯。在研究这个主题时，他几乎为时间对美丽的事物造成的破坏而感到悲伤。无论如何，他已经摆脱了它。夏天接踵而至，恐怖之夜重复着他耻辱的故事，但他没有改变。没有冬天会使他的脸变老。与物质的东西相比，这是多么的不同啊！在他童年时代度过许多日子的锁着的房间的墙壁上，他挂了那幅可怕的肖像。肖像中不断变化的面容显示了他生活的堕落，并在他面前挂着一件裹尸布作为帘子。几个星期以来，他没有进入那里，忘记了那幅画作，并恢复了轻松的心情。然后，突然，一个晚上，他去了棚屋，在那里待了一天又一天。回到家后，他坐在肖像前，有时憎恨他并憎恨自己，但有时又充满了自豪感，并且对着那个必须承受本应属于他自己的负担的阴影微笑。几年后，他无法忍受长时间离开英国，于是卖掉了他在特鲁维尔和阿尔及尔的房子。他讨厌与这幅肖像分离，并且他还担心，在他不在的时候，有人可能会进入房间。他完全相信这幅肖像不会对任何人说任何话。事实是，在脸上的所有丑陋之下，这幅画仍然保留着与他的相似之处。但是，这会揭示什么呢？他会嘲笑任何试图侮辱他的人。他没有画那幅画，那个丑陋的面容对他来说有什么重要意义呢？即使他说出来，会有人相信他吗？然而，他很害怕。有时，当他在诺丁汉郡的豪宅里招待客人时，他会突然离开他的客人，跑到城里去看看门是否被撬开，画是否还在那里。如果他被盗了呢？仅仅是这个想法，就让他感到恐惧。当然，世界会知道他的秘密，也许他们已经怀疑了。因为尽管他迷住了很多人，但怀疑他的人也不少。在他年满25岁之后，就流传着关于他的故事。他非凡的缺席变得臭名昭著。当他重新出现在社会上时，人们会在角落里窃窃私语，或者用审视的目光看着他，好像他们决心发现他的秘密。当然，他没有注意到这些怠慢，并且在大多数人看来，他坦率和友善的态度，他孩子气的微笑，以及他青春的优雅，似乎永远不会离开他。这本身就是对诽谤的回应。然而，人们注意到，他的一些最亲密的人好像在一段时间后逃离了他。那些曾经爱过他的女人，当到林格雷进来时，他们的脸色会因羞愧或恐惧而变得苍白。尽管如此，这些流言蜚语在许多人眼中只会增加他危险的魅力。他巨大的财富是一个安全因素。社会不愿意相信任何有损于那些既富有又迷人的人的事情。他觉得形式比道德更重要。正如亨利勋爵在一次讨论中所指出的那样，即使是主要的优点也无法弥补半冷的开胃菜，并且可能有很多关于他的断言要说。因为良好社会的规则与艺术的规则相同，或应该相同，形式绝对是必不可少的。至少，这是道林格雷的看法。他常常惊讶于那些将人类概念化为简单的人的心理学。对他来说，人是一个复杂的存在，他自身携带着思想和激情的遗产，并且他的肉体感染了死亡的疾病。他喜欢在他的画廊里漫步，并观看那些人的肖像。赫里伯特年轻时的生活是他有时过的生活吗？难道某种细菌没有一代又一代的传播到他身上吗？难道不是对那种恩典的意识，让他如此突然地发出了那个请求吗？他穿着红色和金色的衣服，他的遗产会是什么？难道只是他自己的行为是那个死者不敢实现的梦想吗？在那里，从一张褪色的画布上，伊莎贝尔·德弗勒夫人微笑着。她了解他的生活，以及
关于他的情人的故事，他会有他的性格吗？还有那个乔治·威洛比，他的头发上撒着粉，脸上画着痣，他看起来多么的邪恶啊！还有那个第二任贝肯汉姆勋爵，他在最放荡的日子里是摄政王的同伴，他多么的傲慢和英俊啊！他会传递给他什么样的激情？世界已经谴责他为臭名昭著的人。在他旁边挂着他妻子的肖像，一位苍白的女士，嘴唇很薄，穿着黑色衣服，她的血液也在她的血管中流淌，一切看起来多么的奇妙啊！还有她的母亲，她有着汉密尔顿夫人的脸庞。他知道他从她那里继承了什么，他继承了她的美貌和她对他人美貌的热情。他嘲笑她。然而，一个人在文学中，就像在他自己的种族中一样，有祖先，并且肯定有一种影响。一个人对此有着更完美的意识。道林格雷有时觉得整个历史只不过是他自己生活的叙述。他觉得他认识所有那些奇怪的人物，他们已经走过这个世界的舞台，使罪恶变得美妙，使邪恶充满微妙。他觉得以某种方式，他们的生活已经成为他的生活。那本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生活的书的主人公也知道这些幻想。他像提比略一样，坐在卡普里的花园里，读着书籍，并且像卡利古拉一样，他与骑手在马厩里狂欢，并且像多米提安一样，他走过一条覆盖着镜子的画廊，寻找那把将结束他生命的小刀。多里安常常读那个章节和后面的2个章节，那些章节描述了一些可怕又美丽的人，他们因为坏习惯而变得像怪物一样。比如米兰的菲利波公爵，他杀了妻子；还有威尼斯人皮埃特罗·巴尔比，被称为保罗2世；还有吉安·玛利亚·维斯康蒂，他用猎犬来追捕人；还有博基亚，骑着白色的马；还有皮埃特罗里亚里奥，佛罗伦萨年轻的红衣主教；还有埃泽林，只有看到死亡才能治愈他的忧郁；还有胡安·包蒂斯塔·希伯，他嘲弄的使用了无辜者这个名字；还有西吉斯蒙多·马拉泰斯塔，伊索塔的情人和里米尼的领主；还有查理6世，他疯狂地爱着他兄弟的妻子；还有格里弗内托·巴格利奥尼，他杀死了阿斯托雷和他的未婚妻。他们都有一种吸引力，他们晚上出现在他的梦里，白天扰乱他的想象。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一些毒害方法，通过头盔和火炬，通过手套和扇子，通过香炉和项链来投毒。多里安·格雷是被一本书毒害的。有时他认为邪恶只是实现他对美的概念的一种手段。